在小说《红楼梦》中，曹雪芹对薛宝钗的外貌描写是唇不点而红，眉不画而翠，脸若银盆，眼如水杏，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。通俗一些说，就是嘴唇不用点朱砂就很红润，眉毛不用描画也能像翠鸟的羽毛一样美丽。所以脸若银盆不是这样的大饼脸，更不是这样，而是五官的轮廓圆润柔和，线条看上去流畅自然，没有什么棱角。在我心中最符合这个描写的就是当年的大陆第一美人陈红，她的每一处五官都美得恰到好处，可谓是目如圆杏点秋水，眉似福带画远山。更重要的是整体看上去十分协调，面部的线条也很柔和流畅，三庭五眼几乎挑不出任何的毛病。如果一定要说缺点的话，就是太完美。曹雪芹在写夜宴抽花签时，暗示宝钗是艳冠群芳的牡丹花，任是无情也动人。由此可见，从不化妆的宝钗光是凭着素颜，也压过了大观园中一票化过妆的姐妹。而在电影《歹女之恋》中，可以看到陈红即使不是脂粉，也是美得不可方物，且她眉宇之间比87版的张丽更具一种妩媚风流，身上也有宝钗那种温柔娴静的东方古典气质，所以我认为陈红是饰演宝钗的最佳人选。相比薛宝钗，书中对史湘云并没有具体的外貌描写，只在一些情节中有过只言片语的描述。比如说她的身材是丰腰圆背，鹤是狼形，意思就是细腰窄背，个子高挑，四肢修长，就像今天的时装模特。而湘云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妩媚中多了几分豪爽潇洒的男儿气概，身上有股雌雄难辨的英气，所以她特别喜欢女扮男装，就连贾母也曾错把她认作宝玉。因此在我心中，林青霞无论是外貌体态还是气质，都非常适合湘云这个角色。像在电影《金玉良缘·红楼梦》中，林青霞就是女扮男装饰演贾宝玉，而在《古今幽魂》中，她表现出来的娇憨稚嫩也非常符合湘云可爱的那一面。接着我们说迎春，书中对她外貌的描写是肌肤微丰，河中身材，腮凝心之，比逆而之，温柔沉默，观之可亲。说白话就是身材稍微有点丰满，脸蛋像刚剥皮的荔枝一样水嫩光滑，鼻子则像鹅汁做的一样细腻，性格温柔，话不多，总体给人的感觉是很有亲和力。比较符合这个外貌的就是还珠时期的林心如，年轻时候的她是满脸的胶原蛋白，嫩出了水。更重要的是，她是典型的有皮相没骨相，看起来没有攻击性，让人感觉很亲近。像她饰演过的紫薇、如萍都是属于文静乖巧的女孩，这很符合迎春这个恶木头的性格。其实我有想过让刘亦菲演迎春，但唯一不好的就是她仙气太重，让人有距离感，不符合书中描写的观之可亲。和迎春一样，曹雪芹对探春的外貌有非常具体的描写，说她是削肩细腰，长挑身材，鸭蛋脸面，俊眼修眉，顾盼神飞，文采精华，观之忘俗。意思就是椭圆脸面，眉眼之间有英俊之美，更重要的是让人一见就觉得不是庸脂俗粉。虽然87版的东方文艺将俊眉修目诠释的极为到位，但他的脸型偏大，算不上鸭蛋脸。与之相比，王祖贤无论是五官脸型还是超凡脱俗的气质，都更贴合书中的描述。而且他在电影《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》中所表现出来的杀伐决断、英姿飒爽，也很符合探春那种敢作敢当的玫瑰花性格。比之迎春和探春，书中对惜春的外貌并没有太多描写，只说她身为长族，形容尚小，且她自小孤僻冷漠，心冷嘴冷。后来随着家族的没落，看破红尘的她出家为尼，在青灯古佛下了却残生。所以从身材和气质形象上来说，周迅会非常适合这个角色。在电影《厘米的猜想》中，周迅就将身上那种淡漠的气质发挥得淋漓尽致。三春过后，再来说说王熙凤。曹雪芹写她是一双丹凤三角眼，两弯柳叶吊梢眉，身量苗条，体格风骚，粉面含春微不露，单纯未起笑先闻。在我心中最佳的人选是张曼玉，她的五官虽然不符合古代审美要求的富贵大气，但身材玲珑精巧，一双凤眼也符合原著的描写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角色很多人演不好的原因不在于外貌，而是凤辣子的性格十分复杂，很多人都拿捏不准她的气质和神韵。像87版中的邓婕，虽然又矮又黑，但是却凭着强大的演技和气场，将这个角色演绎得十分传神。反观姚笛和谢娜，虽然在外形上都比较像王熙凤，但在影视或综艺节目中的表现都属于娇柔造作，过犹不及，深深把王熙凤演成了青楼老鸨和泼妇逛街。我来迟了，不曾迎接远客。老祖宗，客人在哪儿啊？
常的开心，可以终于娜娜扮演了自己很适合的角色。你累不累？你做这个角色，你是有一种如鱼得水，还是觉得很辛苦？因为一直要那个调门啊，然后包括那个笑声。我觉得很喜欢啊，我扮哪个角色都很像，就好像灵魂附体一样。而在电影《新龙门客栈》中，张曼玉就将老板娘的婀娜多姿、妩媚泼辣、精明能干都演绎得惟妙惟肖。所以只要稍加收敛，多一点端庄稳重，我相信张曼玉一定能胜任这个角色。在讲妙玉，虽然曹雪芹没有直接描写她的外貌，但根据她素雅高洁的特点，我认为夏文熙会非常适合扮演这个角色。在电影《唐朝豪放女》中，她一瞥孤傲的眼神、清冷出尘的气质，都与妙玉的形象不谋而合。我有考虑过李若彤，但她和刘亦菲一样仙气太重，容貌太美，估计一出场就把所有的角色都压过去了。贾宝玉的话，我心中最完美的人选就是张国荣。其实早在1977年，才21岁的张国荣就被骗去演了风月片《红楼春上春》。初出茅庐的他虽然演技稚嫩，但眉眼五官确实神似宝玉。后来在电影《胭脂扣》中，张国荣就真正的诠释了什么叫鬓若刀裁，眉如墨画，面如桃瓣，目若秋波。转盼多情，语言长啸，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。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，虽怒舌若笑，既嗔视而有情。而在《霸王别姬》中，他演绎出来的那种痴呆傻，更是神似宝玉。所以无论是演技还是外形气质神情，张国荣都是扮演贾宝玉的最佳人选。除此之外，我不做他想。最后再来讲讲林黛玉。87版的陈小旭虽然在气质上神似林黛玉，甚至可以说她就是黛玉的化身，但她的容貌确实不够理想。曹雪芹虽然在书中没有具体的写出来黛玉的样子，但却借宝玉之口说她是秉绝代姿容，具稀世俊美。书中还写薛蟠第一次见到黛玉便被她的风流婉转苏倒。虽然照原著描写，黛玉除了气质好，容貌也是世间绝色。在我心中，年轻时候的蒋勤勤可谓是林黛玉的完美人选。首先，她的容貌和陈红一样，都可以说是一顾倾城，再顾倾国。且蒋勤勤天生一抹愁容，特别是眉头一蹙的时候，就更加的楚楚动人。而在电视剧《西施》中，她就诠释了什么叫两弯似蹙非蹙卷烟眉，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，太生两夜之愁，娇喜一身之病。从气质神态上也是娴静时如娇花照水，行动处似弱柳扶风，心较比干多一窍，病如西子胜三分。在西施中，蒋勤勤眉目间的多愁善感，还有飘零超逸的风度，都似是西方临河岸来的绛珠仙草，非常符合黛玉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灵魂仙气。不过由于角色性格需要，在片中她的穿着难免有丝风尘味。而在电视剧《康熙微服私访记》中，她换上闺阁女儿的服装后就很有书卷气，看书时的神态也很似黛玉，且她眼神中还不乏机敏，所以我认为蒋勤勤是饰演林黛玉的完美人选。但以上都是我个人对《红楼梦》人物的一种看法和想象，其中有很多的主观成分，所以很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也说一说你心中最理想的演员是谁。